親愛的朋友們，歡迎來到微光夜讀。婚禮前一天，岳父當着所有人的面給了我一耳光，就你這樣的廢物，也配娶我女兒？所有人都在笑，包括我即將娶的新娘。我擦了擦嘴角的血，什麼都沒說，因為明天就是他們哭的時候。接下來開始我們本期故事，記得點擊訂閱並開啟小鈴鐺。婚宴酒店的包廂裡，煙霧繚繞，我坐在角落裡，看着岳父林國華和他的朋友們推杯換盞，談笑風生。天行啊，明天就是你的大喜日子了。林國華的語氣聽起來客氣，但眼神裡全是不屑。不過我得提醒你，娶了我女兒可不是什麼輕鬆的事。我放下茶杯，林叔叔，您說，首先房子的事。林國華點了支煙，雖然是你買的，但產證上必須加上小雅的名字，這是保障。我點點頭，應該的。還有，每個月的家用不能少於2萬。小雅從小嬌生慣養，不能委屈了她。明白。林國華看我這麼配合，臉上露出了滿意的笑容。還有最重要的一點，以後家裡的大事小事都得經過我的同意，畢竟我是長輩，經驗豐富。包廂裡的其他人都笑了。國華，你這女婿真夠聽話的。是啊，現在這樣的好女婿可不多見了。我繼續保持微笑，心裡卻在倒數計時，還有18個小時。天行，你覺得怎麼樣？林國華彈了彈煙灰，我正要回答，包廂的門突然被推開了。林雅雅穿着一身紅色連衣裙走進來，臉上掛着甜美的笑容。爸，你們在聊什麼呢？在跟你未來老公交代一些規矩。林國華寵溺地看着女兒，免得她以後不知道怎麼疼你。林雅雅走到我身邊坐下，挽住我的胳膊。天行哥最疼我了，對不对？我看着她，這個從大學就開始交往的女孩，曾經以為會是我這輩子最愛的人。當然，我說，那就好。林國華滿意地點點頭。對了，天行，明天的婚禮現場，我準備了一個小小的儀式。什麼儀式？敬茶改口。你要當着所有賓客的面，跪下給我和你岳母敬茶。林國華眯着眼睛，這是我們林家的傳統。包廂裡瞬間安靜下來，我看着林國華，他的眼神裡帶着挑釁，等着看我的反應。跪下敬茶，我重複了一遍。对，跪下。林國華強調道，我們林家的門第，不是什麼人都能隨便進的。林雅雅在我身邊小聲說，天行哥，就跪一下，又不會少塊肉。我沉默了幾秒鐘。林叔叔，這個傳統是您家祖上傳下來的嗎？林國華愣了一下。當然是。那您當年娶岳母的時候，也是跪着敬茶的？這個，林國華臉色有些不自然。那時候情況不一樣。我笑了。怎麼不一樣？楚天行，林國華突然拍桌子站起來。你什麼意思？沒什麼意思，就是想了解一下傳統。我也站了起來。既然是傳統，那就應該人人遵守，對不對？你，爸，天行哥，你們別吵了。林雅雅趕緊站在中間。明天就結婚了，和和氣氣的多好。林國華深吸了一口氣，努力控制情緒。天行，我不管你心裡怎麼想，明天的婚禮你必須按我說的做。如果我不呢？你不？林國華冷笑，那就別結婚了。包廂裡的氣氛瞬間降到冰點。林雅雅拉着我的手，天行哥，你別和我爸置氣，就跪一下嘛。我看着她，看着这個我曾經願意為她做任何事的女孩，現在卻要我在所有人面前跪下。雅雅，你也覺得我應該跪？就一下下，很快的。林雅雅撒嬌道，而且那麼多人看着，多有儀式感啊。
我點了點頭。好，我跪。林國華滿意的笑了。這才對嘛，識時務者為俊傑。不過，我停頓了一下，我有個條件。什麼條件？明天晚上，我要請您到我公司坐坐。我看着林國華，談談以後的合作。林國華愣了一下，然後哈哈大笑。合作？天行，你知道我的公司市值多少嗎？15個億。你一個打工的，跟我談什麼合作？包廂裡又是一陣哄笑。說的也是，我苦笑了一下。那就當我請您喝茶吧。行，有這個心就不錯了。林國華揮了揮手，散了，都回去休息，明天還有正事呢。所有人陸續離開，最後只剩下我和林雅雅。天行哥，你別介意我爸的話。林雅雅抱着我的胳膊，她就是想立立威，你順着她點就行了。我知道，我摸了摸她的頭。你早點回去休息，明天要做最美的新娘。林雅雅踮起腳尖，在我臉上親了一下。天行哥最好了。看着她離開的背影，我拿出手機，發了一條信息：明天行動。手機很快響了一聲，收到，楚總。我看了看時間，晚上11點，還有13個小時。婚禮當天，陽光明媚，我穿着定制的黑色西裝，站在婚禮現場的後台，整理着領帶。新郎官，緊張嗎？化妝師笑着問。還好。我看着鏡子裡的自己，今天會是個特別的日子。不遠處傳來林國華的大笑聲，他正在和賓客們寒暄。天行哥，林雅雅穿着婚紗走過來，美得像個天使。你看我漂亮嗎？很漂亮。我由衷地說，是我見過最美的新娘。林雅雅臉紅了，油嘴滑舌。新郎新娘準備，儀式馬上開始。婚禮策劃師走過來提醒我和林雅雅走到台下等候。台上，司儀正在熱情地介紹着今天的新人。各位來賓，今天我們見證的不僅僅是一場婚禮，更是兩個家庭的結合。新娘的父親林國華先生是我們市裡知名的企業家，林氏集團的董事長。台下響起了熱烈的掌聲。林國華站起來向大家揮手致意，臉上滿是得意的笑容。而我們的新郎楚天行先生是一名優秀的。司儀停頓了一下，看了看手卡。職場人士。台下的掌聲明顯小了很多。我聽到有人在小聲議論，這小伙子是做什麼的？聽說就是個普通員工，也不知道怎麼搭上林家千金的。林總真是疼女兒，什麼條件都答應。司儀繼續主持，現在讓我們有請新人入場。音樂響起，我和林雅雅手挽手走上舞台。台下坐着200多位賓客，都是有頭有臉的人物。林國華坐在前排最中間的位置，旁邊是我的父母。我的父母看起來有些拘謹，和周圍那些穿金戴銀的人比起來，顯得格格不入。現在，讓我們進行一個特殊的儀式。司儀笑着說，按照林家的傳統，新郎要向新娘的父母敬茶改口。台下響起了小聲的議論，還有這個環節，估計是林總的要求吧。林國華站了起來，走到台前，2個服務員端着茶盤走上台，把茶放在林國華面前的桌子上。天行，林國華看着我，眼神裡帶着試探。該改口了。台下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。我看了看林雅雅，她朝我點點頭，眼神裡帶着鼓勵。我走到茶桌前，拿起茶杯，然後在所有人的注視下，緩緩地朝林國華走去。爸，我舉起茶杯。林國華臉上露出了滿意的笑容。好兒子。他正要接茶杯，我突然停住了。不過在叫爸之前，我想先問個問題。林國華愣了一下。什麼問題？
您剛才說這是林家的傳統，那我想問問，您當年娶岳母的時候，也是這樣跪着敬茶的嗎？台下瞬間安靜下來，林國華的臉色變了。楚天行，你什麼意思？沒什麼意思，就是好奇。我微笑着說，既然是傳統，那應該代代相傳才對。林國華的聲音有些顫抖，你不要胡鬧。我沒有胡鬧。我轉身面向台下的賓客，各位叔叔阿姨，請問你們有誰聽說過娶老婆要跪着敬茶的傳統嗎？台下一片死寂。楚天行，林國華終於忍不住了，你到底想幹什麼？我想做個堂堂正正的男人。我把茶杯放回桌上，不想跪。林國華氣得渾身發抖。那你就別想娶我女兒。爸，林雅雅急了，你們別吵了。天行哥，你就跪一下嘛。林雅雅拉着我的手，求你了。我看着她，心裡突然很累。雅雅，如果我跪了，以後是不是還要繼續跪？什麼意思？你爸讓我做什麼，我都要無條件服從，對嗎？林雅雅愣住了。天行哥，你怎麼能這麼想？那你告訴我，我應該怎麼想？我鬆開他的手。昨天你爸讓我把房產證加上你的名字，我答應了，讓我每個月交2萬家用，我也答應了。現在讓我在所有人面前跪下，你也覺得我應該答應，那不是很正常嗎？林雅雅理所當然地說，你是我老公，照顧我不是應該的嗎？我苦笑了一下，是啊，很應該。台下的賓客們開始竊竊私語，這小伙子膽子夠大的，敢這麼頂撞林總，估計是個愣頭青，不知道林總的厲害。林國華深吸了一口氣，努力控制着情緒。楚天行，我再給你一次機會，跪下敬茶，我們當什麼都沒發生過。如果我不呢？不。林國華冷笑，那你就等着後悔吧。我點了點頭，好，那我選擇不跪。說完，我轉身就要離開。楚天行，林國華終於爆發了，你給我站住！我停下腳步，回頭看着他。林國華快步走到我面前，揚起手就是一巴掌。啪！清脆的耳光聲在整個婚禮現場回響，台下一片嘩然。我摸了摸發燙的臉頰，感受着嘴角滲出的血絲。這一巴掌是替我女兒打的。林國華指着我，就你這樣的廢物，也配娶我女兒？台下有人開始笑了。林總打得好，就是不知天高地厚的東西。林雅雅站在原地看着我，眼神裡既有震驚，也有某種說不出的情緒，但她沒有說話，沒有阻止，甚至沒有過來看看我的傷勢。我直起身子，整理了一下西裝。各位，我走到麥克風前，今天的婚禮到此結束。楚天行，你瘋了！林雅雅終於回過神來，你想做什麼？我看着她，這個曾經以為會陪我一生的女孩，我想做回自己。說完，我轉身離開了婚禮現場。身後傳來林國華的怒吼聲：楚天行，你給我回來！你以為離開了我女兒，你還能有什麼好日子過？我沒有回頭，走到門口的時候，我拿出手機，撥通了一個號碼。是我，楚總，股市已經開盤了，開始吧。明白。我看了看手錶，上午10點整。林國華，遊戲才剛剛開始。離開婚禮現場後，我直接回了家，不，準確地說，是回了我的公寓，3室2廳，簡單裝修，但是夠我一個人住了。我脫掉西裝，換了身休閒裝，然後打開電腦，屏幕上顯示着股市的實時數據。林氏集團股票代碼002456，開盤價52.8元。我看了看時間，上午10點05分，手機響了。楚總，第一波已經開始了。電話裡傳來我助理的聲音，按計劃進行。
明白。我點了根煙，靠在椅子背上。3年了，整整3年的準備，就為了今天。手機又響了，是個陌生號碼。喂，天行哥，你在哪裡？是林雅雅的聲音，哭得很厲害。你怎麼能這樣就走了？還有什麼事嗎？我問。你瘋了嗎？當着那麼多人的面，讓我下不來台。林雅雅的聲音裡帶着憤怒。你知道我有多丟臉嗎？丟臉？我笑了。那我被你爸打耳光的時候，你怎麼不覺得我丟臉？那不一樣。哪裡不一樣？我爸是長輩，教訓你幾句怎麼了？你這麼計較做什麼？我沉默了幾秒鐘。雅雅，你覺得咱們之間還有繼續下去的必要嗎？什麼意思？我是說，我們分手吧。電話那頭安靜了很久。楚天行，你說什麼？林雅雅的聲音有些不敢置信。分手？你開什麼玩笑？我沒開玩笑，不可能。林雅雅突然歇斯底里地喊起來，我們都要結婚了，怎麼可能分手？可是我們沒結成啊。我提醒她，那是因為你鬧脾气。林雅雅哭得更厲害了。你回來，我們重新舉辦婚禮。不了，我很平靜地說，我累了。楚天行，你不能這樣對我。林雅雅開始威脅。你知道我爸有多大能量嗎？你敢甩了我，他不會放過你的，是嗎？我看了一眼電腦屏幕，林氏集團的股價已經跌到了52元。那我等着你。我直接掛了電話，然後把他的號碼拉黑了。不到1分鐘，手機又響了，這次是林國華。楚天行，你個混蛋！電話一接通，林國華就開始罵，你敢這樣對我女兒，我弄死你！林總，消消氣。我笑着說，對身體不好，你還笑得出來？林國華氣的聲音都在顫抖。我告訴你，從今天開始，你就是我林國華的敵人。哦，我應了一聲。然後呢？然後，林國華冷笑，你以為我查不出你在哪家公司上班？信不信我一個電話就能讓你失業？不信，是嗎？林國華的聲音裡帶着得意。你等着。他掛了電話，我繼續看着股市數據。林氏集團已經跌到了48.6元，跌幅超過8%。10分鐘後，手機響了。楚總，有個叫林國華的人打電話到公司，說要找您。前台小姐的聲音。哦，他說什麼了？他說他是您女朋友的父親，要求和您的上級談話。我笑了。然後呢？然後李總監接的電話，告訴他您就是我們公司的老闆，讓他有事直接和您說。林國華什麼反應？他愣了好久，然後掛了電話。知道了，謝謝。我掛了電話，看了一眼時間，上午11點。林氏集團股價已經跌到了45.3元，跌幅14%。手機又響了。楚總，林國華又打電話了。接進來。楚天行。林國華的聲音明顯沒有剛才那麼囂張了。你是什麼公司的老闆？一家小公司，不值一提。我淡淡地說。什麼小公司？天行科技，您聽說過嗎？電話那頭沉默了很久。天行科技，我3年前創立的公司，主要做軟件開發和系統集成，現在年營收超過50億，在業內算是個不大不小的角色，但是一般人確實不太了解。你早就是老闆了。林國華的聲音有些顫抖。有些年頭了。那你為什麼不早說？你問過嗎？我反問。而且，您不是說我是個廢物嗎？林國華語塞了。林總，還有其他事嗎？我要開會了。等等。林國華急忙說。天行，咱們是一家人，有什麼誤會不能好好談嗎？一家人。我笑了。林總，您剛才可不是這麼說的。剛才是我一時衝動，你別計較。我沒計較啊。我看着股價數據，
林氏集團已經跌破40元。我只是覺得我們確實不合適做一家人。天行，你聽我說。不用說了，我打斷他。林總，好自為之吧。說完，我掛了電話，把他的號碼也拉黑了。手機立刻又響了，是個座機號碼。楚總，林氏集團那邊的人想約您見面，是我秘書的聲音。誰？說是林董事長的助理，想和您談合作。我看了一眼時間，11點半。林氏集團股價37.8元，跌幅28%，4%。告訴他們，我今天沒時間。好的，我關掉電腦，起身去廚房給自己泡了杯茶。今天的好戲才剛剛開始。下午2點，我正在陽台上曬太陽的時候，門鈴響了。我去開門，發現門外站着一個中年女人，林雅雅的媽媽張美娟。阿姨，您怎麼來了？我問。天行，我能進去坐坐嗎？張美娟看起來很憔悴，眼睛紅紅的，像是哭過。請進。我給她倒了杯水，然後坐在對面。阿姨，您找我有事？天行，今天的事情都是誤會。張美娟小心翼翼地說，你爸爸他脾氣不好，但是人不壞的。我知道。我點點頭。那你和雅雅？阿姨，我和雅雅不合適。我直接說道。這3年來，我一直在努力適應你們家的生活方式，但是發現真的做不到。什麼做不到？做不到沒有尊嚴的活着。我看着他。阿姨，您覺得一個男人應該跪着結婚嗎？張美娟愣住了。可是那只是個儀式。儀式？我笑了。阿姨，如果有人讓您跪下，您願意嗎？這不一樣。哪裡不一樣？我問。因為我是男人，所以就應該沒有尊嚴嗎？張美娟低下了頭。天行，我知道老林做的不對，但是雅雅是無辜的。我知道雅雅無辜。我嘆了口氣。但是阿姨，她站在那裡看着我被打，什麼都沒說。她也是被嚇到了。如果今天被打的是雅雅，我會怎麼做？我反問。張美娟沉默了。我會拼命保護她，哪怕對方是我的父親。我繼續說。但是她沒有，她選擇了旁觀。天行，阿姨，感情這種事情勉強不來。我站起身。我和雅雅真的不合適。張美娟也站了起來，眼淚開始往下掉。天行，求求你，再給雅雅一次機會吧。她哭着說，她真的很愛你。如果他真的愛我，就不会讓我跪下，那只是一個動作。阿姨，我打斷他。一個願意讓自己男朋友在所有人面前跪下的女孩，她愛的不是我，是她的面子。張美娟哭得更厲害了。而且，如果我今天跪了，明天林叔叔會不會有更過分的要求？我繼續說。後天呢？大後天呢？不會的。老林他今天能當着200多人的面給我一耳光，明天就能當着更多人的面讓我下跪。我搖了搖頭。阿姨，我不能這樣活着。張美娟坐回沙發上，捂着臉哭。我坐到她旁邊，輕聲說，阿姨，雅雅是個好女孩，她會找到更合適的人的。可是她現在就認定你了，那是因為他沒有見過更好的。我安慰道，相信我，時間會冲淡一切的。張美娟哭了很久，然後站起身準備離開。走到門口的時候，她回頭看了我一眼。天行，老林的公司今天出了點問題，股票跌得很厲害，是嗎？我裝作不知道的樣子。如果你有什麼辦法的話，阿姨，我只是個小公司的老闆，幫不上什麼忙。我搖了搖頭，而且這種事情還是交給專業人士比較好。張美娟點了點頭，失落地離開了。我送她到樓下，然後回到家裡，拿出手機看了一眼，林氏集團股價已經跌到了32.5
5元，跌幅超過 38%， 市值蒸發了6個億。手機響了，楚總，有情況，是我助理的聲音，說林氏集團剛剛發布了一個澄清公告，說公司經營正常，股價下跌是惡意做空。然後呢？但是沒什麼用，散戶還在拋售，繼續關注。好的，我掛了電話，走到陽台上，遠處的夕陽西下，天空被染成了金黃色。今天是個好日子。晚上8點，我收到了一條短信：楚總，你好，我是林國華的助理，林董想請您今晚吃個飯，地點您定。我回了條短信：明天吧，今天我有事。對方很快回復：那明天什麼時候方便？下午3點，金茂大廈頂樓，青雲茶社。好的，林董明天準時到。我放下手機，心情不錯。明天該是最後攤牌的時候了。第二天下午2點50分，我準時到達青雲茶社，這是市裡最高檔的茶樓之一，位於金茂大廈的頂層，可以俯瞰整個城市。我要了個靠窗的包廂，點了壺上好的大紅袍，然後靜靜等待。3點整，林國華準時出現。他看起來比昨天憔悴了很多，眼袋很重，像是一夜沒睡。天行，林國華坐下後，臉上擠出一個笑容。昨天的事情是我不對，林叔叔，喝茶。我給他倒了杯茶。好，好。林國華端起茶杯，手在微微顫抖。我們沉默地喝了一會兒茶。天行，昨天公司股票的事情。林國華終於開口了。怎麼了？我裝作不知道的樣子。跌得很厲害，市值縮水了6個多億。林國華苦笑道：我在商場混了20多年，從來沒遇過這種情況，可能是大環境不好吧。我說，不是大環境。林國華搖了搖頭，有人在惡意做空我們。哦，我裝作很感興趣的樣子。什麼人？不知道。對方很專業，手法很隱蔽。林國華嘆了口氣，而且資金雄厚，至少動用了10幾個億。我點了點頭，確實厲害。天行，我想請你幫個忙。林國華看着我，眼神裡帶着懇求。什麼忙？用你的人脈和資源，幫我查查到底是誰在做空我們。我沉默了幾秒鐘。林叔叔，您覺得我有這個能力嗎？你有。林國華認真地說，天行科技在業內的影響力不小，你的關係網比我想象的要大。您過獎了，天行。我知道昨天的事情傷害了你。林國華突然站起來，朝我深深鞠了一躬。是我錯了，我向你道歉。這一幕讓我有些意外。林叔叔，您這是做什麼？我趕緊站起來，我不該那樣對你，更不該打你。林國華的聲音有些哽咽，我就雅雅這一個女兒，平時寵壞了，見不得她受一點委屈。我理解，天行，只要你肯幫忙，條件你隨便提。林國華看着我，錢、股份、合作項目，什麼都可以談。我重新坐下，給自己倒了杯茶。林叔叔，您覺得我缺什麼？林國華愣了一下。我是說，您覺得我現在最需要什麼？我繼續問。這個。林國華想了想，事業上的支持。我搖了搖頭。那資金？我又搖了搖頭。那你需要什麼？尊重。我看着他，我需要的是尊重。林國華沉默了。林叔叔，您剛才說你有一個女兒，所以見不得她受委屈。我放下茶杯。那你有沒有想過，我也是別人的兒子？天行，昨天在那麼多人面前，您給了我一耳光。我摸了摸左臉。您知道我父母知道這件事後會有多心痛嗎？林國華低下了頭。我父親在電話裡哭了，他說他沒用，沒能給我一個顯赫的出身，讓我被人看不起。
我的聲音有些低沉。他60多歲的人了，為了我的事情掉眼淚，對不起。林國華的聲音很小。我母親更是自責，她說是不是我們家門第不夠，所以才會被人瞧不起。我繼續說，他現在還在床上躺着，說是對不起我。林國華的手開始顫抖。林叔叔，您說我該怎麼辦？我看着他，我的父母為了我的事情這麼痛苦，而始作俑者卻在這裡跟我談生意。天行，我真的知道錯了。林國華的眼淚掉了下來。你說怎麼辦？我都聽你的。我沉默了很久。林叔叔，我想問您一個問題，你說，如果昨天被打的是雅雅，您會怎麼辦？我會拼命。林國華想都沒想就回答了，是啊，您會拼命。我笑了，因為那是您的女兒。天行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林國華突然站起來，你想報復我，對嗎？報復？我也站了起來。林叔叔，你想多了，那股票的事情，我只是個軟件公司的老闆，不懂金融。我攤了攤手，您的股票跌了，跟我有什麼關係？林國華死死地盯着我，眼神裡帶着懷疑。天行，你老實告訴我，是不是你在做空我們？您覺得我有這個實力嗎？我反問。你有。林國華咬着牙說，你絕對有。證據呢？林國華語塞了。林叔叔，沒有證據的事情不要亂說。我笑着說，容易被人告誹謗的。林國華看着我，突然笑了。楚天行，你真的長大了，謝謝誇獎。不過你以為這樣就能搞垮我嗎？林國華的眼神變得陰冷。我林國華在商場混了20多年，什麼風浪沒見過，是嗎？我很感興趣地問。那您打算怎麼辦？我會查出是誰在做空我們，然後讓他付出代價。林國華冷冷地說，不管是誰，祝您好運。我端起茶杯，敬您一杯。林國華也端起茶杯，和我碰了一下。天行，我們走着瞧。好的，走着瞧。林國華喝完茶，轉身就要離開。走到門口的時候，他回頭看了我一眼。楚天行，你會後悔的，會嗎？我笑了，我覺得不會。林國華憤怒地離開了。我繼續坐在包廂裡，慢慢品着茶。窗外的城市燈火輝煌，夜色正濃。手機響了，楚總，林氏集團今天又跌了12%，市值已經縮水到不足8個億了。知道了。另外，有消息說林國華在到處借錢，想要回購股票，穩定股價。哦，借到了嗎？暫時沒有，幾家銀行都拒絕了他的貸款申請。有意思。我笑了，繼續關注。明白。我掛了電話，看了一眼時間，晚上8點半，該回家了。明天應該會更有趣。第3天一早，我剛到公司，秘書就匆匆忙忙地跑過來。楚總，不好了。怎麼了？我一邊往辦公室走，一邊問。林氏集團的人來了，在樓下鬧事。我停下腳步。鬧什麼事？說是要您給個說法，還報了警。我笑了，有意思。走，下去看看。我們坐電梯下到1樓，大廳裡確實聚集了不少人。林國華站在最前面，身後跟着7、8個西裝革履的男人，看起來像是他的手下，還有2個警察在旁邊維持秩序。楚天行，林國華看見我就大聲喊道：“你終於出現了，林總，早上好。”我笑着和他打招呼。這是在做什麼？別裝了。林國華指着我，我已經查出來了，做空我們公司的就是你。周圍的人都看向我們這邊，議論紛紛。林總，您說話要負責任的。我依然保持着微笑。有什麼證據嗎？證據？林國華從包裡拿出一份文件，這就是證據。我接過文件看了一眼，是一份調查報告，
上面寫着一些複雜的金融術語和數據分析，看起來很專業。林總，這上面寫的什麼？我看不懂。我把文件還給他，您能簡單說說嗎？別裝了。林國華氣得臉都紅了。這份報告清楚地顯示，做空我們公司的資金有很大一部分來自境外的投資機構，而這些機構的幕後老闆就是你。我認真地聽完，然後點了點頭，聽起來很複雜的樣子。我轉向旁邊的警察，警官，這種事情歸你們管嗎？這個警察有些為難，這屬於經濟糾紛，我們一般不插手。那就對了。我看向林國華，林總，如果您覺得我有違法行為，可以去法院起訴我。楚天行，你別以為躲得掉。林國華的聲音越來越大，我不會放過你的。林總，您這樣在我公司鬧事，影響我們正常辦公。我的語氣開始變得嚴肅，請您離開。我不走。林國華往地上一坐，今天你不給我個說法，我就不走了。他身後的那些人也跟着坐下，看起來是準備長期抗戰了。我看了看周圍的圍觀群眾，然後走到林國華面前。林總，您這樣做有意義嗎？有意義。林國華瞪着我，我要讓所有人都知道，楚天行你是個什麼樣的人。什麼樣的人？忘恩負義的白眼狼。林國華大聲說道，我女兒對你那麼好，你卻恩將仇報。周圍的人開始竊竊私語，這是怎麼回事？好像是感情糾紛，看起來很複雜的樣子。我搖了搖頭，掏出手機，我給你女兒打個電話吧。打什麼電話？林國華愣了一下，我撥通了林雅雅的號碼。天行哥，電話很快就接通了。林雅雅的聲音聽起來很激動，你終於給我打電話了。雅雅，你爸爸在我公司樓下，我把手機開了免提，你跟他說幾句話吧。什麼？我爸在你那裡做什麼？你問他。我把手機遞給林國華，林國華接過電話，雅雅，爸爸在幫你出氣呢。爸，你別鬧了，快回來吧。林雅雅的聲音有些急，你這樣做有什麼用？什麼叫沒用？林國華急了，他欺負你，我不能不管啊。爸，你聽我說。我不聽。林國華直接掛了電話，把手機還給我。別以為雅雅說情我就會放過你。我收起手機，看着坐在地上的林國華，林總，你女兒都讓您回去了，您還要在這裡坐着嗎？我不回去。林國華很固執，今天你不道歉，我就不走。道歉？我笑了。我為什麼要道歉？因為你搞垮了我的公司。你有證據證明是我做的嗎？我剛才給你看過證據了。那份報告，我搖了搖頭，那上面並沒有直接證據證明是我指使的啊。你，林國華語塞了。而且，就算真的是我做的，那又怎麼樣？我的語氣突然變得冷淡。這叫商業競爭，懂嗎？周圍的人群安靜下來。楚天行，林國華氣得渾身發抖。你承認了？我什麼都沒承認。我蹲下身，和他平視。我只是在假設。你，林總，您還記得前天在茶社您跟我說的話嗎？我微笑着問。什麼話？您說，如果有人欺負雅雅，您會拼命。林國華愣住了。那我想問問您，如果有人欺負我，我是不是也應該拼命？這不一樣。哪裡不一樣？我打斷他。因為我沒有您有錢有勢，所以就應該被人隨便欺負嗎？林國華說不出話來。您在婚禮上給了我一耳光，讓我在200多人面前丟臉。我繼續說，現在我只是用我的方式回敬您，有什麼不對的嗎？可是你搞垮了我的公司，那裡有幾千個員工，那關我什麼事？我站起身，是您先對我動手的，不是我。楚天行，你太狠了。
林國華看着我，眼神裡帶着恐懼。我冷笑，您當着那麼多人的面打我的時候，怎麼不覺得自己狠？周圍的人開始議論，原來是這麼回事，這老頭先動手的啊，年輕人反擊也正常。林國華聽到這些議論，臉色變得很難看。楚天行，我們能不能私下談談？他小聲說道。現在知道要私下談了？我搖了搖頭。晚了，天行，我真的知道錯了。林國華的聲音帶着哀求。你就放我一馬吧。放您一馬？我想了想，也不是不可以。林國華眼睛一亮。你說什麼條件？很簡單，我指了指地面。您在這裡當着所有人的面跪下給我道歉。現場瞬間安靜下來，林國華的臉一下子就白了。你說什麼？跪下道歉？我重複了一遍，就像您要求我在婚禮上做的那樣。不可能。林國華猛地站起來。我不可能跪你，那就沒得談了。我聳了聳肩。您請便。說完，我轉身就要離開。等等！林國華急忙叫住我。楚天行，你不能這樣对我。為什麼不能？我回頭看着他。您能要求我跪，我為什麼不能要求您跪？我是長輩。長輩。我笑了。長輩就可以隨便打人嗎？林國華啞口無言。林總，您好好考慮一下吧。我看了看手表，我給您1個小時的時間。1個小時後，如果您還在這裡鬧事，我就報警了。說完，我真的離開了。身後傳來林國華的怒吼聲。楚天行，你給我站住！我沒有回頭。電梯門關上的那一刻，我透過門縫看到林國華還在大廳裡跳腳，真是個老小孩。1個小時後，我下樓去吃午飯，大廳裡已經沒有林國華的身影了。保安告訴我，他半小時前就走了，臨走的時候還留下了一句話，這是沒完。我笑了笑，沒說什麼。下午3點，我正在辦公室處理文件，秘書敲門進來。楚總，有人找您。誰？說是您的老同學，叫王志強。王志強，我想了想，大學時候的同班同學，畢業後就很少聯繫了。讓他進來吧。很快，一個戴着眼鏡的中年男人走了進來，確實是王志強，只是比大學時候胖了不少。天行，王志強熱情地和我握手。好久不見啊。志強，是很久沒見了。我請他坐下。怎麼突然想起來找我？是這樣的，王志強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我現在在林氏集團工作，聽說你和林總有些誤會，想過來當個和事佬。原來如此，林國華讓你來的？我直接問。也不完全是，王志強解釋道，主要是我覺得同學一場，能幫就幫一把。你在林氏集團做什麼？財務總監。王志強說。說起來還得感謝林總的提拔。我點了點頭，心裡明白了。志強，你覺得我和林總之間的誤會應該怎麼解決？其實也沒什麼大不了的。王志強擺了擺手，不就是股票的事情嗎？市場有風險，漲漲跌跌很正常。你覺得很正常？當然啊，王志強笑道。我們也沒有證據證明是你故意做空，對不對？確實沒有證據。我同意道。那就好辦了。王志強顯得很高興。只要你們雙方都退一步，這事就過去了。怎麼退？很簡單。王志強從包裡拿出一份文件，這是一份合作協議。如果你願意簽字，林氏集團可以把一些項目外包給你們公司。我接過文件看了一遍，確實是一份合作協議，涉及金額大約5000萬。條件呢？我問。沒什麼條件。王志強擺了擺手，就是希望你們能停止對林氏集團股票的操作。我沒有操作過林氏集團的股票，
我提醒他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王志強連忙說道，我的意思是，如果真的有人在操作，希望能夠停止。我笑了，志強，你覺得我像是那種為了5000萬就能被收買的人嗎？王志強愣了一下，那你覺得多少合適？不是錢的問題。我把文件還給他，是原則問題。什麼原則？尊嚴的原則。我看着他，志強，如果有人當着你全家人的面給你一耳光，你會怎麼辦？王志強沉默了。我會想辦法報復回去。我繼續說，這叫以牙還牙。可是天行，商場上的事情和個人恩怨不應該混在一起。王志強勸道，為什麼不應該？我反問。他先把個人恩怨帶到商場上的，不是我。你這樣做會毀掉很多人的。王志強的語氣變得嚴肅。林氏集團有幾千名員工，他們都是無辜的，那又怎麼樣？我冷冷地說。林國華在做決定的時候，有考慮過後果嗎？天行，你變了。王志強搖了搖頭。以前的你不是這樣的。是啊，我變了。我承認道。被人打了一耳光之後，人總是會變的。王志強嘆了口氣。那你到底想怎麼樣？我想要林國華跪下道歉。我直接說道。什麼？王志強以為自己聽錯了。你說什麼？我要他跪下道歉。我重複了一遍，當着所有人的面，這不可能。王志強連連搖頭。林總怎麼可能跪你？那就沒得談了。我聳了聳肩。天行，你這是在逼人太甚。王志強的臉色變得難看。林總好歹也是個有頭有臉的人物，有頭有臉的人物就可以隨便打人嗎？我反問。王志強啞口無言。志強，回去告訴林國華。我站起身，要麼跪下道歉，要麼就等着公司破產。天行，沒什麼好說的了。我走到門口送客。王志強看着我，眼神裡帶着失望。楚天行，你真的變了，變得我都不認識了。是啊，我變了。我點了點頭，變得不再好欺負了。王志強嘆了口氣，收起文件離開了。我回到辦公桌前，拿起手機撥了個號碼，繼續加大做空力度。明白，楚總，爭取在本周內讓林氏集團的市值跌破5億。沒問題。掛了電話，我走到窗前，看着樓下車水馬龍的街道。林國華，這只是開始。當天晚上，我剛回到家，就聽到有人按門鈴。開門一看，是林雅雅。她看起來很憔悴，眼睛紅紅的，明顯哭過。天行哥，我能進來嗎？她小聲問道。我讓開路，進來吧。林雅雅走進客廳，在沙發上坐下。我給她倒了杯水，然後坐在对面。找我有事？我問。天行哥，我爸今天去你公司了，對不對？林雅雅看着我。對。我點了點頭。他跟你說了什麼？沒說什麼，就是要我跪下道歉。我輕描淡寫地說。什麼？林雅雅瞪大了眼睛。他讓你跪下道歉？是啊。我笑了，跟婚禮上一樣。林雅雅沉默了很久。天行哥，我爸是真的知道錯了。他小聲說道。你就原諒他一次吧。原諒？我看着他。雅雅，你覺得這件事情我需要原諒的是什麼？我爸不該打你。林雅雅低着頭說。還有呢？還有。林雅雅想了想，他不該讓你在婚禮上跪下。還有呢？我繼續問。還有什麼？林雅雅困惑地看着我。我搖了搖頭。雅雅，你到現在都不明白問題的根本在哪裡？什麼意思？問題的根本不是你爸做了什麼，而是你做了什麼。我看着他，或者說你沒做什麼。林雅雅愣住了。你爸打我的時候，你在幹什麼？我問。林雅雅張了張嘴，說不出話來。你站在那裡看着，什麼都沒說，什麼都沒做。
我的聲音很平靜，甚至在所有人都在笑的時候，你也在笑。我沒有笑。林雅雅急忙否認。你有沒有笑不重要，我擺了擺手，重要的是你選擇了沉默。我當時被嚇到了，我笑了。雅雅，如果今天被打的是你，我會被嚇到嗎？林雅雅又沉默了。我會衝上去，哪怕對方是我的親生父親。我繼續說，因為保護自己愛的人是本能，天行哥。但是你沒有。我看着他，你選擇了保護你的父親，而不是我，這不公平。林雅雅突然站起來，他是我爸，我怎麼可能和他對着幹？是啊，他是你爸。我點了點頭。所以你選擇站在他那邊，這很正常。我沒有站在任何一邊，沉默就是一種選擇。我打斷他，而且是最明確的選擇。林雅雅坐回沙發上，眼淚開始往下掉。天行哥，那你要我怎麼辦？她哭着說，難道真的讓我和我爸翻臉嗎？不用。我搖了搖頭，我從來沒有要求過你和你爸翻臉。那你……我只是明白了一個道理。我看着他，你愛我，但是沒有我想象的那麼深。不是的，我真的很愛你。林雅雅急忙說道，如果真的很愛，你就不會眼睜睜看着我被人羞辱。我搖了搖頭，雅雅，愛情需要勇氣，但是你沒有。林雅雅說不出話來。我們沉默了很久。天行哥，我們還能在一起嗎？林雅雅小聲問道。不能。我搖了搖頭，我們不合適。為什麼？因為你永遠不可能為了我去違抗你的父親。我看着他，而我也不可能接受一個不能保護我的女朋友。可是，沒有可是。我站起身，雅雅，你是個好女孩，但是我們真的不合適。林雅雅哭得更厲害了。那我爸的公司跟你沒關係。我說，那是我和他之間的事。可是如果公司破產了，我們全家都會完蛋的。林雅雅哭着說，那又怎麼樣？我冷淡地問。他打我的時候，有考慮過後果嗎？天行哥，求求你，放過我爸爸。林雅雅突然跪了下來，我求求你了。我看着跪在地上的林雅雅，心裡沒有任何波瀾。起來吧，我說，這樣沒用的。天行哥，雅雅，如果你爸願意跪下道歉，我可以考慮停手。我說道。他不可能跪的。林雅雅搖了搖頭，他絕對不可能跪。那就沒辦法了。我聳了聳肩。林雅雅從地上站起來，看着我。楚天行，你真的變了。她的聲音裡帶着失望，變得我完全不認識了。是啊，我變了。我承認道。被人打了一耳光之後，人總是會變的。你以前不是這樣的。以前的我太傻了。我搖了搖頭，總以為只要自己足夠好，就能得到別人的尊重。現在呢？現在我知道了，尊嚴是要靠自己爭取的。我看着他，沒有人會白白給你尊重。林雅雅點了點頭，擦了擦眼淚。我明白了。他走向門口。天行哥，再見，再見。門關上後，我走到陽台上，點了根煙。夜色中的城市燈火通明，遠處的霓虹燈閃爍着各種顏色。我掏出手機，發了條短信，加大力度，明天讓林氏集團跌停。很快收到回復，收到，楚總，林國華，這是你逼我的。第二天早上，股市開盤半小時，林氏集團就跌停了。我坐在辦公室裡，看着電腦屏幕上鮮紅的數字，心情很好。手機響了，楚總，林氏集團已經跌停了，市值只剩下4個多億。助理匯報道，很好。我滿意地點了點頭，繼續關注。另外，有消息說林國華已經在聯繫破產清算的律師了。哦，這麼快就撐不住了？我有些意外。畢竟連續跌了這麼多天，資金鏈肯定出問題了。知道了，
掛了電話，我繼續處理手頭的工作。上午10點多，秘書敲門進來：“楚總，樓下又有人來鬧事了。”又是林國華。我皺了皺眉：“不是，這次是很多人，大概有幾十個。”秘書的臉色有些緊張。他們說是林氏集團的員工。我放下手中的文件，走下去看看。到了1樓大廳，確實聚集了很多人，他們舉着橫幅，上面寫着“還我血汗錢，楚天行滾出去”等標語。我走過去，人群立刻安靜下來。“各位，有什麼事嗎？”我問。一個中年女人走到我面前：“你就是楚天行？”“我是。”“你為什麼要搞垮我們公司？”女人的聲音有些顫抖。“我們這些員工招你惹你了？”“我沒有搞垮你們公司。”我平靜地說。“還不承認？”一個男人憤怒地喊道。“整個市裡都知道是你在做空林氏集團，知道不等於事實。”我攤了攤手。“你們有證據嗎？”“證據？”那個女人哭了起來。“我在林氏集團工作了15年，現在公司要破產了，我的工作沒了，房貸還沒還完，孩子還要上學，你讓我們怎麼辦？”周圍的人也開始哭泣，場面很悲慘。我看着這些人，心裡確實有些觸動，但是很快我就平靜下來了。“各位，我理解你們的心情。”我說道，“但是這件事情，你們應該去找林國華，不是我。”“林總已經盡力了。”一個年輕人喊道，“都是因為你，公司才會變成這樣，是嗎？”我笑了。“那你們知道為什麼我要這麼做嗎？”“為什麼？”“因為你們的林總在我的婚禮上給了我一耳光。”我看着這些人，當着200多人的面，人群安靜下來。“就為了這個？”那個女人不敢置信地問。“就為了這個？”我點了點頭。“各位覺得一個人的尊嚴值不值幾千萬？”“不值。”有人喊道，“幾千萬能養活多少個家庭？你知道嗎？”“那林國華打我的時候，有考慮過後果嗎？”我反問。“你們有錢人的恩怨，為什麼要讓我們這些普通人承擔？”那個女人哭着說。“這個問題，你們應該去問林國華。”我冷冷地說。“是他先挑起這場戰爭的。”“楚天行，你還有沒有一點良心？”一個老人顫抖着說。“我快退休了，現在公司破產，我的退休金怎麼辦？”看着這個老人，我心裡確實有些不忍，但是我很快就堅定了決心。“各位，如果你們真的想解決問題，就去找林國華。”我說道，“讓他跪下給我道歉。”我立刻停手。“什麼？”所有人都愣住了。“你讓林總跪下道歉？”“对。”我點了點頭。“當着所有人的面跪下道歉？”“不可能！”有人喊道。“林總怎麼可能跪你？那就沒辦法了。”我聳了聳肩。“各位請回吧。”說完，我轉身就要離開。“楚天行！”那個女人突然衝過來，想要拉住我。“你不能這樣！”保安立刻過來阻止。現場一片混亂。“楚天行，你不得好死！”有人在人群中喊道，“報應會找上你的。”我沒有回頭，直接上了電梯，回到辦公室。我坐在椅子上，點了根煙，手機響了，是一個陌生號碼。“楚天行，你滿意了嗎？”是林國華的聲音，聽起來很疲憊。“還不夠。”我說。“你到底想怎麼樣？”我說過了，跪下道歉。“不可能。”林國華的聲音很堅決，“我絕對不可能跪你。”“那就繼續僵持吧。”我彈了彈煙灰，看誰先撐不住。“楚天行，你真的要趕盡殺絕嗎？”“是你先趕盡殺絕的。”我提醒他，“當你決定在婚禮上打我的時候，就應該想到會有今天。”林國華沉默了很久。“楚天行，我承認我錯了，但是你這樣做會毀掉很多無辜的人。”“那又怎麼樣？”我冷淡地說。“你做決定的時候有考慮過我嗎？我給你錢，
很多錢。林國華的聲音帶着哀求。你開個價，我不缺錢。那你要什麼？尊嚴。我說，我要你跪下，承認你錯了。楚天行，沒得商量。我直接掛了電話，然後把他的號碼拉黑了。窗外的陽光很好，照在我的臉上，暖洋洋的，但是我的心卻冷得像冰。3天後的晚上，我正在家裡吃晚飯，門鈴響了，開門一看，是林國華。他看起來憔悴了很多，頭髮花白，眼窩深陷，像是老了10歲。林總，這麼晚了，有事嗎？我問。天行，我能進來坐坐嗎？林國華的聲音很小，完全沒有了之前的氣勢。我讓開路，請進。林國華走進客廳，在沙發上坐下，他的手在顫抖，看起來精神狀態很差。喝茶嗎？我問。不用了。林國華擺了擺手，我就說幾句話。我坐在對面，等着他開口。天行，我來是想告訴你，公司已經破產了。林國華苦笑道，明天就要進入清算程序。哦，我應了一聲，沒有任何表情。幾千名員工都要失業了。林國華繼續說，他們中很多人跟了我10幾年，現在，然後呢？我打斷他，然後我想問問你，這樣你滿意了嗎？林國華看着我，眼神裡帶着絕望。還不夠。我搖了搖頭。什麼？林國華愣住了。公司都破產了，你還想怎麼樣？我要的不是你的公司破產。我看着他，我要的是你跪下道歉。楚天行，你不要太過分。林國華突然站起來，我已經失去了一切，你還想怎麼樣？過分？我也站了起來。誰先過分的？我。林國華張了張嘴，說不出話來。坐下。我指了指沙發，我給你講個故事。林國華重新坐下，我也坐了下來。你知道我父親是做什麼的嗎？我問。不知道。林國華搖頭。我父親是個修車工，我母親是個清潔工。我看着他，我是靠着助學貸款讀完大學的。林國華沉默了。大學畢業後，我去了一家軟件公司實習，月薪2000塊。我繼續說，那時候我窮得連坐公交車都捨不得，每天走路上下班。但是我有夢想，我想要創業，想要成功。我的聲音有些低沉，我每天晚上都在學習編程，學習管理，學習一切能讓我變強的東西。3年後，我終於攢夠了啟動資金，創立了天行科技。我看了林國華一眼，你知道創業有多難嗎？林國華搖了搖頭。剛開始的時候，我一個人身兼數職，既是老闆，又是員工，既是程序員，又是銷售。我回憶着那段艱難的歲月，經常連續工作20個小時，累得趴在電腦前就睡着了。為了拿到第1個客戶，我在他們公司門口等了3天。我笑了笑，保安都認識我了。後來公司慢慢做大了，我有了員工，有了辦公室，有了穩定的收入。我繼續說，但是我從來沒有忘記過自己的出身。我知道什麼叫貧窮，什麼叫被人看不起。我看着林國華，所以我從來不會因為錢的多少去判斷一個人的價值。林國華低下了頭。但是你不一樣。我的語氣開始變冷。你覺得有錢就了不起，就可以隨便羞辱別人。我不是，你是。我打斷他。從我第1次見你開始，你就沒有把我當人看。在你眼裡，我就是個想要攀附你女兒的窮小子。我繼續說，所以你可以隨意的羞辱我，踐踏我的尊嚴。天行，我真的知道錯了。林國華的聲音帶着哭腔。錯了。我冷笑。你錯在哪裡？我不該看不起你，不該打你。還有呢？林國華想了想。我不該讓你在婚禮上跪下。我搖了搖頭。
你還是不明白。什麼？你的錯誤不在於你做了什麼，而在於你的思想。我看着他，你覺得有錢就高人一等，就可以隨意支配別人的尊嚴，這種思想不改變，你道歉10000次都沒用。我站起身，因為你的道歉不是發自內心的，只是因為形勢比人強。林國華抬起頭看着我，那你要我怎麼辦？很簡單，我走到他面前，跪下。什麼？跪下？承認你錯了，承認你不應該因為錢而看不起任何人。我居高臨下地看着他，只有這樣，你才能真正明白什麼叫尊嚴。林國華看着我，眼神裡帶着掙扎。楚天行，我是長輩，長輩。我冷笑，長輩就可以隨便打人嗎？我跪或者滾。我不耐煩地說道，我沒時間跟你廢話。林國華沉默了很久，然後慢慢地從沙發上站起來。我以為他要離開，但是他卻走到我面前，然後緩緩地跪了下來。楚天行，我錯了。他的聲音很小，我不應該看不起你，不應該打你。繼續。我冷冷地說，我以後再也不會因為錢而看不起任何人。林國華哭着說，求你原諒我。我看着跪在地上的林國華，心裡卻沒有任何勝利的快感，只有無盡的疲憊。起來吧，我說。林國華慢慢地站起來，臉上掛着淚水。天行，這樣你滿意了嗎？滿意。我點了點頭。明天我會讓人停止做空，林氏集團的股價會回升的。真的？林國華的眼睛亮了起來。真的，我確認道。但是有個條件。什麼條件？以後離我遠點。我看着他，我不想再見到你們一家人。林國華點了點頭。好，我答應你。他走到門口，回頭看了我一眼。天行，雅雅他，不要提他。我冷冷地說道，我們已經沒有任何關係了。林國華嘆了口氣，離開了。我關上門，走到陽台上，夜色中的城市依然燈火通明，但是我卻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獨。報仇的快感沒有我想象的那麼強烈，反而讓我覺得空虛。我拿出手機，發了條短信，明天開始回購林氏集團的股票，讓股價回到正常水平。發完短信，我看着遠方的夜空。這場戰爭我贏了，但是我也失去了很多，包括那個曾經單純善良的自己。謝大家的觀看。本期故事精彩嗎？歡迎大家在下方評論區吐槽。如果你喜歡這類故事，記得點擊訂閱微光夜讀，並分享給更多的人，這會對我幫助很大。再次感謝大家的觀看。